Hello，大家晚安。Hello，Robin 你好，静宇安安 ，Honky 安安，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对，就很久没有自己开直播了，就这一个礼拜、2个礼拜以来都一直专心在做自己的研究。那今天的话，希望是透过这一次直播呢，把我现在在做的研究稍微分享一点给大家，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之后这个频道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对 ，Hello 空兜，晚安晚安。对，那最近呢，我主要在研究的是这个把 Nerf 的训练加速的方法。对，那现在的就是加速 Nerf 的训练以及这个推论的方法呢，主流的话，他们改用这种 grid base 的方法。例如之前我们有一次直播讲到的这个 Instant NGP， 它就是一样是就是那个渲染的方法，大家都还是一样用那个 volume rendering。那但是呢，就是在每一个采样点，它在计算它的那个颜色以及密度的时候，原本的 Nerf 呢是用一个很大的神经网路，就是有8层，然后每一层有256个神经元，就是又深又大的网路，所以每一个点去计算它的那个颜色啊密度就会非常慢。那最近很多就是加速的方法改用这种 grid base， 就是它每一个采样点呢都不是直接丢到很大的神经网路里面，它是先把这个点呢先计算它周遭的这些顶点。那比如说 Instant NGP 它是采用 multi scale， 就是它一个点会有很多个包围着它的那个体数 voxel。那对于这些每一个体数呢，他们都用那个trilinear interpolation， 就是3维的这种线性内插，去把它的那个特征点特征值算出来，然后再把这个特征值呢丢到一个比较小的神经网路，通常是2层左右，然后每一层呢也只有32或者是64个神经元这样子，比较小的神经网路里面，然后再用这个神经网路去预测它的 RGB 啊 sigma。那实验发现说，就是这种方法呢，就是很有效的，可以达到跟 Nerf 一样很好的这个重建结果，但是呢，训练的时间啊、推论的时间都快了非常多。Hello, String J. Well, I'm just describing what I will do next, and my next will be some tutorials about C++ and CUDA extension of PyTorch, and in those videos I will add English subtitles. But in the stream I will not, probably. Yeah. So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ose kind of extensions, you can, well, stay tuned. I will upload those videos later, maybe this week or next week. Okay, thank you for coming. 好，那对，就是主流都是用这种 grid base 的方法。那就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很多了，就是除了 OK thank you， 就是除了我们之前介绍这个 Instant NGP 啊，然后还有我之前也是一直提到，但还有没有介绍过的，比如说这个 Direct Voxel Optimization， 那它也是用类似的方法，然后还有这个 Planoxels 这个，那他们都是用一样的想法，就是把一个空间呢，就是区分成很多个小的体数，然后每一个小的体数呢，它的8个顶点都有一些特征量，然后在做 volume rendering 的时候呢，那些采样点呢的特征呢是根据这周遭的8个采样点，8个顶点去把它内插出来的，然后就直接用这些特征点，这些顶点的特征来加以训练，这样子，然后就变得非常快。OK， 所以我现在就是主要研究大概是这部分这样子。那所以呢，之前呢我有在这个我的社群里面 po 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因为就在实做这种大家看到说这边都是很多个体数嘛，那就是要求说一条射线它会经过哪些体数，经过哪些这个方格。那时候就在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假设有一个2×2×2的立方体，
这边再画一次给大家看好了。那时候在求直线跟这个 voxel 的交点，那就是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2乘2乘2乘，没有那么多乘，就是一个2乘2乘2的立方体，长这样子。然后呢，有一条射线经过，那我是问说最多会跟几个小的这个正立方体不是交点，是进入，对。因为如果只是要求有交点的话，那它这条射线可以通过最中间这个点。那如果有交点就代表进入的话，那就答案就是8。但是我的题目呢是要求要进入，所以最少要有2个交点，应该说正好要有2个交点。对，那这一题的答案呢，正确解答是4啦。就是如果我们只看这个小的正立方体的话，答案是4。那如果有些人我题目可能没有写清楚，有些人可能连最外面这个大的也算进去，那答案是5，没错。对，所以这一题的正解是，如果只看小的正立方体的话，答案是4。那如果你把大的也加进去，就是5。对，所以这2个都算正确答案，这样子。那这个东西要怎么想呢？证明的话，我不知道有什么数学的方法可以证明，但是就是如果是就是以那种事物法的话，你可以知道，比如说我们只考虑2D 的话，只考虑2D 的这种正方形的话，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四个小正方形，然后有一条直线经过，那请问这一条直线最多会跟几个会进入几个正方形呢？那答案是3，就是像这样子一条直线，那它会经过这一个跟这一个这样子。那3维的话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想法。那我们今天就先取一条，就是通过前面这3个小立方体的一条直线，就长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再慢慢把这条直线，比如说往后倾斜，就原本是这样子嘛，我们把它慢慢往后移动。那移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说这一条射线呢，它始终还是会跟前面这3个正立方体有进入。那在移动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呢，它还会再跟后面这个，就是还会再进入后面这个正立方体。所以呢，这样子就可以计算出答案是4这样子。对，那这当然不是严谨的证明啦，我也不知道怎么证，但就是实验出来最大的这个进入的正立方体的个数是4这样子。那这个也可以推广到如假设边长是 n 这样子，就是假设今天是 n 乘 n 乘 n 的立方体，那一条直线可以最多经过几个小立方体呢？那这个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就是用数学归纳法去归纳一下答案。那答案是3乘 n 减2啦。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证，其实拓扑学应该我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学去证明出来。对，但是就可以用画图，然后数学归纳法把它证明出来。那这个2维其实也是一样，就是2维的话就可能比较好懂，就是你要求最多有几个交点，它其实就是比如说像这样子好了，比如说像这样子，你就先画一条直线啊，它是通过这个对角线的。哇，等一下哦，有时候会按到那个笔上的一些按钮，它就会跑出那些怪东东。对，你可以先画一条通过对角线的直线，然后再把这一条直线往右下角或左上角移动一下。那移动一下，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原本是只进入3个立方体，但你移动之后就会发现，它跟下面这些立方体也会有进入这样子。所以最后答案就会是这些立方体都会进入。那如果推广到 n 乘 n 乘，就是 n 乘 n 的话，那这一题的答案其实会是多少来着啊？2n 减1吗？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2n 减1。曲柄遥感自由度也是3n 减2。你说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我倒是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对。那这个也是用数学归纳法，你可以把它归纳证明出来。
然后呢，有一个观众也是很好，他帮我们画出一个图，对，就是图解这个有进入4个小立方体的情况，大概可视化出来是像这样子。Trilinear 是对于点在 cubic 中心的效果好，我不知道你指的效果好是什么意思，因为它就只是周围的8个点去做内插而已。所以就是说，如果你靠近中心的话，你在做那个 back propagation， 你在做梯度的反向传播的时候，它是可以平均的回传到8个顶点。那如果是靠近边界的话，比如说你只有在这个顶点上的这个面上的一个点去做它的内插的话，那你其实后面这4个点它是不会有任何梯度的。所以正常来说的话，应该是越接近中心，你的训练结果会比较好。但是这个应该就是在 volume rendering 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每个采样点它是随机在那个射线上会移动的，所以应该不太需要考虑它这个点会处在哪里，应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靠近中间的这样子。对，那你说的那个问题可能是会存在的啦，就是在反向传播的时候，如果这个点只有在一个面的话，那只有那一个面的4个点会有梯度，其他的梯度会是0这样子。好，对，然后所以呢，这个东西是我那时候在想到的一个小问题啊，小小的脑筋急转弯啦。好，然后呢，除此之外，除了这种他们用 grid 来，就是除了加速啊，然后也把那个效果变好之外呢，他们其实这种就是用 grid base 的方法呢，大部分应该说几乎每一篇论文呢都自己实做了CUDA的 kernel。为什么是这样子呢？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好了。这个 CUDA 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让这个平行计算又更有效率。当然 PyTorch 本身也有。好，但是有时候呢 PyTorch 本身提供的功能没有办法真正发挥CUDA 100%的效果。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自己写。比如说我就是在实作这些论文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情况。Hello Kokoro 安安，好久没看到你。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大家熟悉 Nerf 的话，就是它是不是每一次只训练一条射线而已，它是训练很多条射线。那假设我们今天有 N 条射线好了，那 N 条射线去进行训练。那我这边是随便画啦，它不一定是平行的。Hello 叶子狗酱安安，那它呢？原本的 Nerf 呢是每一条射线呢，它是有固定的数量的采样点。比如说我这边就画每一条射线上都会有6个采样点，那位置是随便的啦，就是我随便画一个。对 ，n 等于6。那这边叫它 ns 好了，代表 s 是那个采样点的数量，那是6。那这边总共有3条射线，所以NR 是3，就是3条射线的意思。哦，刚期末考完，对吼，那很好就开始放暑假了，恭喜你们，可以开始2个月的休息。在工作之后，感受最深的就是没有暑假，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要做的只能请假或者翘班，不要翘班。就绝对不是我说的。好，那有了这样子之后呢 ，Nerf 是采用 volume rendering 的方法嘛，所以它是每一个点呢都去计算它的 C 啊，那个颜色，然后它的 sigma 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再对于每一条射线呢去做 volume rendering， 所以它这时候其实它会做出一个为了有效率的计算这个 volume rendering， 它不是一条一条射线去用那个 for loop 去做，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东西太慢了。对，所以它的做法呢是制造一个，比如说这边的例子就是一个3×6的矩阵。
对，3×6的矩阵，然后它把每一个点的那个 C 啊，然后 alpha 都算出来之后，一次做这个 volume rendering， 那做完之后就会是一个就是3条射线的那个每一条射线的 RGB 这样子，对，那它是用到这种方法，所以就可以平行运算，一次把所有射线的那个 volume rendering 的颜色都算出来，那这样就很快，比起这个一条一条射线去 for 还要来得快。但是呢，这个方法呢，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有效率。比如说，在考虑这个 grid base 的方法的时候呢，我们是大部分的方法呢是把一整个那个场景，就是浓缩到一个长方体里面。就是因为大部分的空间都是空的嘛，那你的物体呢可能只存在一个很小的领域，就是比如说你的物体就存在这里面，可能是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东东，然后呢你的照相机呢是围绕着它，然后往里面照的这样子。比如说这些三角形呢是你的照相机 ，OK， 那他们的算法是怎么样呢？他们的算法呢是对于这些照相机呢，我们都先设就是求这些射线跟这个 bounding box 它的交点在哪里。比如说这边这个照相机跟这个 bounding box 它会有2个交点在这里，这一条射线，然后另外一条射线，比如说在这里好了，那它跟这个 bounding box 有2个交点这样子。对，好，那这时候呢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会出现问题就是这2个叫做什么截线，这2个线段它的长度不一定是一样的，有可能这一条线段的长度比这一条线段长度多很多。那这时候呢，它就如果我们固定一个 sample 的那个 step size，就是我们每一个采样点呢，都是跟前面一个采样点有一个固定距离。假设是这样子，假设这2个点每一个点之间的距离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然后呢，同样的距离我们也把它套用在这里，同样的距离我们也把它套用在这一条射线上。对，那这样子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样子的时候，因为这个线段的长度，橘色跟红色并不一样，但是这个 step size 就是每2个点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所以这样会导致说每一条射线呢，它的这个采样点的数量是不同的。比如说这个橘色的采样点可能有10个，那这个红色的射线的采样点只有6个这样子。那这样子在做 volume rendering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我没有办法再按照原本的这个方式来做，没有办法按照这个矩阵的方式来做。当然你硬要做也是可以，你就是把每一条射线都 pad 到最长的，就是最多采样点的那一条射线。比如说是10的话，你就是这边的例子就是可能你2条射线原本这一条射线只有这边6个点有值，我多画了一个，然后上面那一条射线呢有10个采样点有值，1、2、3、4、5、6、7、8、9、10这样子，对，哇。对，今天的情况就会变成这样子。那如果硬要把它做成跟原本那种每一条射线采样点的数量一样的话，那你就是要把比较少的那个射线把它 padding， 就做 zero padding， 就是你要把它的长度变成跟最长的那一条射线的那个采样点的数量是一样的。那你这边就要补0这样子。那补完0之后，你就可以根据上面的方法做那个 volume rendering， 这样子的话是 OK， 当然是 OK， 但是你就会发现说这种方法就非常在计算上面跟在那个空间上面都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它最长的长度就一定会是最长那条射线，那你可能有一些射线就很短，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射线它只有3个采样点
这种，那你就是后面补了一大堆零。那这些零呢，跟你的这个颜色啊什么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单纯摆在那里，为了要让这个平行计算可以成功这样子。那这种做法就非常的不好。所以呢，为了满足这种我们可以计算不同采样点个数的射线的 volume rendering， 那这些作者们呢，就自己实做这个 CUDA kernel， 但这个东西他们也不是用什么 for， 绝对不是用 for， 而是他们是用 CUDA 去自己再实做一个 kernel， 去把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达到不需要补零，它只需要原本的这些每个采样点，就可以把每一个射线的那个颜色去把它平行运算，把它算出来这样子。对。最主要是这种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很简单的用 PyTorch 的内建的那些平行计算的方法算出来的，或者是你硬要用 PyTorch 内建的平行运算去算出来的话，会导致很多就是 memory 啊计算量的浪费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去做一个 CUDA 的实作这样子。对，这是我看很多论文就是领悟到的一点，就是主要都是在做这种事情，就是虽然硬要做可以，但是就浪费很多资源，所以我们就自己写CUDA，把这些东西就是加速。对，好，那我自己的话，一开始也是完全不懂怎么写，所以呢，我就上网查了，就是很多教学。那其实 PyTorch 它那个官方网站有一个教学，但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难的。这个东西 Custom C++ and CUDA Extensions， 就是它把原本 PyTorch 没有办法内建办到的事，它用一个 CUDA 去把它写出来。那这个的话，现在我看是看得懂，但一开始在学的时候，我是看不太懂它在干嘛。对，所以我又找到一些其他的资源，但因为我会日文，所以我找到了一些日文的资源，我是看这些学起来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资源我是没有找到，应该说我没有太认真去找，所以我是靠这个日文的学习资料去把它学起来的。对，然后呢，反正我现在就学起来了。对，当然也是简单的那一种，像是之前说到的 Instant NGP。我可能现在可以看懂一部分，但还没有办法完全全部掌握，全部跟大家介绍说这边在干嘛，这边在干嘛。但我大概知道那个想法是怎么样的。对，所以之后的话呢，我会做这个CUDA的教学，就是但也不是因为CUDA它其实可以自己当做一门程式来学，但我学的部分是把这个CUDA应用在这个 PyTorch 里面，对，就用 PyTorch 去把那个 CUDA 写出来的程式码教出来，这个部分，对。那我之后会做这个的教学，那我的计划是大概会做5支影片吧。那这边稍微简介一下这个我影片的那个概要是怎么样。那第一支影片大概就首先介绍一下这个C++ CUDA extension 在干嘛的，然后呢，写一支简单的程式来首先实做这个 C++ extension。对，为什么是 C++ CUDA 呢？因为其实这个比较复杂，它要叫 CUDA 的话，必须要透过 C++ 把它叫出来，所以你不能只写 CUDA 不写 C++， 这个是不行的。你先要透过 C++ 把这个叫出来，所以第一支影片应该会先介绍这些东西什么，然后写一个简单的 C++ extension 这样子。然后第二支影片的话，就进入这个 CUDA 的部分。那我们会写一个 CUDA kernel。那 kernel 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解释，反正就是一部分的在 GPU 上执行的程式嘛，然后你在这个 CPU 端去把它叫出来，这样子的感觉。对，那我们实际会写一个 CUDA kernel，
然后把这个 CUDA kernel 呢，也一样，就是建造一个 CUDA extension 这样子。那这个的话，我目前的想法是，这个东西要写什么呢？这个东西我们会写这个 trilinear interpolation， 因为也不能一开始就写太难的嘛，就写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也是我们 volume rendering 这些 grid base 里面方法大家都会用到的这个3线性的内插，这个东西我们用 CUDA 把它写出来。对。当然，这个只是为了教学需要啦，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你不用CUDA，你用 PyTorch 本身也可以写出来。对，但是这边是教学需要，我们用 CUDA 把它写出来。Hello, CV Bird, Colonel likes a worker in a factory。这个就是在工厂里面的工人这样子嘛，就你有一个工作就叫一个工人去把它做出来这样子。但其实，可能不是 a worker， 是 workers， 就是它是一堆，因为是平行运算嘛，它里面其实会有一堆我们叫做 thread 的东西，一堆执行序，其实有2个部分包含啦 ，block， 这个一个 kernel 里面包含很多个 block， 那很多个 block， 每一个 block 又包含很多个 thread， 所以这一个 kernel 里面其实包含非常非常多个 thread， 那每一个 thread 呢都去进行它需要做的运算，你可以想象成很多个工人他们在同时分工做不同的事情，然后最后这些事情会组装起来，这样子的感觉，对对对。好，那这个的话就到时候教学影片再讲。好，那第3部分的话呢是写完之后呢，我们需要从 Python 里面把这些东西叫出来，对，我们需要把这些 code 呢从 Python 里面就是把它叫出来，然后这边的话呢，因为就是这些 C++ extension 跟 CUDA extension 呢，它实际呢它并不会自带那个叫什么 autograd， 反正不会自带这个反向传播的一些微分的功能，所以呢我们会需要自己，我也不用写自己了，我们会需要实做这个 forward 跟 backward pass。对，比如说刚才这个 trilinear interpolation， 它是8个点去做一个内插嘛，我画4个点就好了。先一个2D 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有4个点，然后呢中间假设我有一个点嘛，然后这个点它的特征量是怎么算的呢？它的特征量就是这4个点它的线性内插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我们叫它 forward pass， 它是把4个点的特征线性内插为这个点的特征。那这个是 forward。那 backward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就是透过一个 loss， 然后去计算这个 loss 对于所有 input 的那个梯度，用来更新这个神经网络的那个权重嘛。所以这个 backward 呢，就是对应到那个微分的过程。就是假设我今天有这个点，它对于应该说某一个量对于这个点的微分，那我要怎么把这个值回传到这4个点上面？对，我们要怎么把这里的梯度回传到这4个点上面？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在这个 trilinear 或 bilinear interpolation 里面，它的那个算法是一样，它就是根据这些长度，把这个的梯度呢，根据这些长度呢，等量的回传到这4个顶点上面。对，但这个我们也需要自己写，它不会自己帮我们做。这是比较复杂的一部分，就是这种简单的当然是很快，但一些比较复杂的计算就必须要会一点这种微积分，你要会计算链锁率，比如说你要求一个 L 跟 X 的微分，你要知道它是 L 对 Y 的微分，假设中间有经过一个 Y 变数，那它是这样子的一个链锁率把它乘起来。那假设有很多个 y 的话，比如说 y1、y2 的话，那它会像是这样子的一种链锁率去把它乘起来加起来。那这种地方会需要好像被我头挡住了。
对，这种地方会需要一些微积分的知识。对，好 ，OK， 那对第3支影片应该就做这个 Python binding， 然后我们会实做这个 trilinear interpolation 它的 forward 跟 backward 的 path。好，那最后一部分应该简易的教学，我觉得到这边就结束了。其实也很快欸，如果我好好做的话，可能一支影片会很长，但集数就没那么多。只有大概3集，我觉得就可以把 basic 的东西、基础的东西就讲完了。我觉得到这里的话，你应该可以就是实做出一些简单的 kernel。对，当然就是虽然简单，但是其实有一些你在那个 native PyTorch， 你在 PyTorch 里面写的那些平行运算，你要是很闲的话，你也可以用酷达写，就是写一样的东西，但可能就会比 PyTorch 本身还要来得快一点点。对，但一般是不会这么闲啦，就是如果那种时间的运算量跟记忆体的消耗量都差不多的话，不会太花时间去做这些麻烦事。就是通常都是在就是做 PyTorch 本身没有办法有效率的办到的时候，我们才会自己写。好，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进到，我是打算最后一集教一些比较难的，但也不一定一集就教得完，说不定要分2集，因为是比较难的。这边的话，我打算就是教刚才那个 volume rendering。哇，字都不会写。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samples per ray。对，就是实作刚才的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每一条射线它的这个采样点数量不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平行运算所有这些射线它的颜色。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用酷达的 kernel 来写。那比如说刚才的例子就是像这样子。那实际我们是怎么操作呢？实际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并不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存，而是直接用一个一维的阵列去存。比如说第一条射线它10个采样点，所以这10个采样点我们就把它放在这里。那这里有10个。然后第二个射线它6个采样点，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在第一条射线的后面。对，这里有6个采样点。那第3条射线呢有3个采样点，3个采样点，所以把它放在这里，就是变成一个很长的一次元的阵列。然后呢，把这个阵列相对应的部分，比如说这一边的部分呢，去 render 一个颜色，然后这边的部分呢是第2个颜色，然后这边的部分是第3个颜色，这样子。我这边的实作，我是采用一条线是一个 block， 那一个 block 有很多个 thread， 每一个 thread 呢是负责一个采样点这样子。对，那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就很多个工人，每一个工人他都独自处理一个小方块，独自处理一个采样点，所以这个平行运算就会变得非常快，这样子。好，对，所以我最后打算介绍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例子呢，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 volume rendering。那每一个射线呢，它的采样点的数量是不同的。那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也会需要实做它的这个 forward 跟 backward。就是当今天我要渲染一个颜色，我是直接用那个 volume rendering 的公式，把它就是加权平均加起来。对，加权平均加起来变成一个颜色。那反向传播的话就比较复杂，我要怎么从这个颜色计算出每一个采样点它的贡献度是多少，然后把这个每一个梯度根据它的贡献度把它乘起来，把它反向传播到每一个采样点。这边的话需要比较复杂的数学，其实当然那个实作也是需要一些技巧。对，我在做的时候也是发现
就是其实单纯用 for 会很慢，要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技巧去做它。那当然，我觉得最难的还是数学啦，就是你要怎么把那个公式，就我们知道这个嘛，那个 volume rendering 它的公式是，比如说有 n 个点的话，那每一个点它有一个颜色跟那个透明度 alpha。那假设有 n 个点的话，它是像这样子 ，cn alpha n， 然后1减 alpha 1。我不知道写这个公式写了好几百遍了，现在我觉得大家说不定都可以背起来了。看我写这么多次，对，那你要求的是反向传播的话，正向传播就很简单，你有每一个 ci 跟 alpha i， 那这个 alpha i 是这个1减掉 exponential minus delta i sigma i 这样子，然后你有 ci 跟 alpha i， 然后你把这个 c 算出来，这个是很简单的。那难的部分是在这里，你要怎么算这个 c 对于这个比如说 alpha 的微分，比如说你要算这个 c 对于 alpha n 的微分，它是会等于多少这样子，然后你还要把这个 alpha n 再对于这个 sigma 去做微分。对，对哦，你说的也对，我们还需要，其实这里还需要一个 check 的部分，就是我们要 check 说我们实作出来的结果跟那个，假设我们用 PyTorch 它提供那个自动微分的那个资料包，我们要确认说这两个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或者是就是差距很小，基本上应该不太会一样，但是会差距很小，比如说10的负7次方这种差距这样子。对，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之后的计划就是会做这个CUDA PyTorch extension 的教学，那就大概目前规划是这样子的4集啦。因为太难的我其实也教不出来，或者是一些太详细的部分我也讲不出来，所以目前的计划就是这些。那频率的话，我可能1个礼拜出1集吧，就是其他的时间还是做一下自己的研究。那教学的话，就应该1个礼拜出1集，有时候比较闲，1个礼拜出2集之类的，大概是这样子的频率，那会出这些。好，那直播的话可能就比较少做了吧，跟其他 VTuber 联动，偶尔联动一下。那自己的话，就还是专注在看论文这样子。记得 PyTorch 的 grad check 是用 finite， 这个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finite difference， 原来如此。好，那最后的话，今天大概就讲这些，就讲我之后会做这些。那学术的部分呢，这样结束好像就太快了，所以我再多介绍几个最近刚出来的，我们说这种 grid base 的方法。我们之前提到很多了，刚才那个一开始影片直播也有提到一些，就是那个刚才给大家看的有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那个嘛 Instant NGP， 然后还要给大家看那个 Planoxels， 然后呢那个论文 Direct Voxel Optimization Voxel Grid Optimization。 1 month later we will be CUDA experts。 应该吧如果你都有认真学的话，说不定可以，至少你可以看懂，我觉得。因为现在我看这些别人写的CUDA code，虽然很丑，虽然他们真的都写得蛮丑，但看是看得懂了。好，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对，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有讲过的这个 Neural Sparse Voxel Fields。好，空都现在在帮我们推导那个公式吗？如果3乘3的 cube， 每个方向都要空过3个 cube， 而起点是3个方向的重叠。其实我觉得就
你知道2×2×2是这样子之后，我觉得就可以用归纳法了。就是后来，比如说你再加一个，那种说每一个轴再加一个方块的话，它会变成是这样子，就是它会再通过这3个东西。比如说我这边再多加一个方块的话，那它会再通过这里，所以就是每加一个 n 加1的话会多3这样子。所以最后答案就是3×n-2这样子，就是1×1×1的时候最多进入1个，那2×2×2最多进入4个，3×3×3最多进入7个，那就可以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等差数列。那所以这边如果是 n 的话，这边就是 3n-2这样子。好，然后对，刚才说到一半，这个就是很久以前，现在已经是2022，这个是2020Nerf 发出来的几个月之后，那就有一批人呢，他们首先想到了一个 voxel based 的那种 optimization， 那就是这个 neural sparse voxel fields。但现在来看，这个已经很老了，就是效能也没有非常的好，所以就慢慢被大家忘记。但是大家可以记得，还有这个就是 grid based 的方法的元老呢，应该是它，是这个 neural sparse voxel fields。哇，你是按到按钮，它会跑一串东西出来。好，那最后的话，再给大家介绍几个最近出的，也是类似的方法。那第一个叫做这个 ReLU Fields， 但我不知道它的名字看起来怪怪的。它说 The little non-linearity that could， 那个非线性函数，它可以什么？就很怪，它这个 title， 我要停在这个 could 这里。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样，它也是 grid based 的方法，但它又更简单。它就是一样是每一个整个空间，它把它切成很多个小的体数嘛。那像是这样子，然后一样，我们是对于每一个空间里面的点呢，我们都要求出这一个点它的 RGB 啊 sigma。那他这边论文提出的那个想法是，我每一个点呢都直接那个存特征量，就直接比如说 RGB 跟 sigma， 我这边就直接存 RGB 跟 sigma， 然后呢再直接把这些东西内插到这个里面来。那内插完之后呢，内插完假设它的内插值是 x，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内插值呢套用这个 ReLU 的函数，然后再把它就是 clip 到0跟1之间这样子，clip 到0跟1之间，然后这个东西就成为它最后的要么 RGB 要么 sigma。对，这一篇论文的核心思想就是这样子。对。然后它实验出来的结果呢，就是我是还没有完全看里面的内容啦，但主要讲法就是那样子。那他这边也就是主张说这样子训练就很快，而且那个重建的效果跟原本的 Nerf 还有其他的一些 grid based 的方法就差不多。对，所以这篇论文其实就这样子而已，每一个顶点都有特征，然后内插完之后取 ReLU， 然后再把它就是 clip 到0跟1之间结束，这样子，超快。这篇论文就这样子而已，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怎么不用 sigmoid 我也不知道，应该就是他们应该是就主张说 ReLU 就可以了，应该用 sigmoid 的也可以，但是他们就是想说。那因为 sigma 是就是0到无限嘛，所以他们用 ReLU。那他们应该想说，既然 ReLU 可以，那我们全部用 ReLU 试试看。如果可以，那真的很屌，这样子，有点硬要，但看这个结果是还不错的。好，那有空的话再详细读。我现在主要想要复现的还是这个
Direct Voxel Optimization 这样子，主要想要复现的是这一篇论文。他的作者是台湾人啊 ，NTHU 是哪一个大学呢？清华大学，对啊，台湾的清华大学。114，你讲那个号码我是看不懂，我知道是 PTT 的那个 IP， 但我不知道什么大学。新竹学店，笑死。但反正就是清华大学嘛。猫猫，等一下，我先讲完这个，然后他们就出这篇论文，但他们其实很有心欸，就是虽然code一样写的不怎么样啊，但他们很有心，他们就继续把这篇论文在做了很多更新。对，他最近刚出了这个 V2， 就是在原有的那个基础上再新加一些小小的改良啦，没有到太大，就是再加入一些新的 loss 啊，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对，还有把一些PyTorch 的部分用库达重写，那又加快一些这样子。对，但核心的思想是跟 V1 是一样的，就是再加一些小技巧。对，那这个一样是训练很快，就是5分钟之内就可以训练一个完整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对，你是个隔壁另一间学店的，不是合并了吗？合并成为同一间。先回答一下毛毛的问题，介绍 Nerf 里面的公式1，我看一下哦。看一下公式1是什么？第一个不是 Planar Tree， 应该是比 Neural Sparse Voxel Fields 晚的。Arc Tree 没有合并吗？等一下哦。Planar Tree， 我先看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的日期是。这个的日期是9个月以前，14个月以前。那 Neural Sparse Voxel Fields 应该更早以前。NSVF， 对啊，这个是2年以前，这个应该是第一个。他们也是一样啊，就是这一张图嘛。这一张图他们是有很多个 Sparse Voxel， 然后他们是每一个 ray 每一条射线都跟这些取焦点，那焦点之后一样，里面的每一个采样点它是8个顶点它的内插，然后内插之后丢到一个 MLP 里面。但这边的比较现在来看啊，不好的一点就是它这个里面采取的这个 MLP 其实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好像还是5-6层，那每一层还是有128个那个隐藏的元素，所以它的计算量其实还是非常大的。对，之后才有这个 Planar Tree， 对对对，应该是刚那个第一个，然后这个应该是第2个。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毛毛问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Volume Rendering 的公式，这个东西其实要我解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看不懂它的含义。其实它就是计算出每一个点它对于最后颜色的那个贡献度是多少。比如说我有一个射线，它是从这里出发，然后青椒在100年都不会合并。对啊，但那是什么合并啊？我好像有听说一些什么合并。好，没关系。就是这边有很多个采样点嘛，那我们要计算出每一个采样点它对于最终的颜色它的贡献度。那我们其实每一个采样点它有它的颜色，比如说这个 C1 啊、C2、C3 这样子。那它是会根据你前面，比如说 C1 这个点。
它的贡献度是会根据前面这一串部分，它光线被吸收了多少而来看的。那这个被吸收了多少，就是他论文里面这个 transmittance 这个东西，就是代表光线在这个小的那个区域里面被吸收多少，那剩下的没有被吸收的部分才是这个 C1 它的贡献度，是这样子的。我最近是跟阳明医学并校，阳明交大。主要的概念是这样子啦，然后就是这边假设这个点的距离是 Tn， 这边是 Tf， 那 T 刚才里面这个公式的这个 T of T 呢，这个是 transmittance， 可以叫做什么？透过率吗？反正就是你要计算 Tn 到 T 这一段距离里面，它没有被吸收的部分是多少？那没有被吸收的话，就是这一个点它的贡献度。然后一样 C2 的话，就是看这个 Tn 到这一个距离，它没有被吸收的多少，那剩下的就是这一点的贡献度。然后呢，再把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那原本是一个积分啊，因为你是要看非常小的一段距离，它的那个东西是多少，然后把它全部加起来。实际我们在做的话是把这个积分呢，就是用黎曼河的方式，比如说你要计算一个函数它的底下的这个面积，你可以就是在这边取很多个采样点，然后呢每一个采样点你都去估计它的值，然后估计完之后，你再把这些值呢都乘上这个每一个区间它的长度，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之后呢，就会怎么画的这么丑？好好的画一次，就是这个面积把它全部加起来呢，就会是对这个面积全部加起来呢，就会是这一条曲线底下的面积，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把那个微积分要积分的东西呢，你是用很多个采样点去做一个逼近，那逼近出来的话就会是最终的结果。那这个成立的条件是你的这个采样点的这个距离要非常小，这样子。等一下那个 volume rendering 的想法就跟这个面积的积分是一样的。好，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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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吗？好，那个 ReLU Fields 大概就这样子吧。这个 code 出了没啊？好，出嘞，有，好。那偷偷看一下，结果还是蛮长的。虽然题目就一个 ReLU， 但它为什么code还是这么长啊？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太长的，就是像这种硬要定义很多个这种东西，然后去很多个去继承它，我不太喜欢。明明内容没有那么多。好。OK， 那最近呢，有看到一个有更厉害的，也不能说更厉害，可能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论文，叫这个 Volumetric Bundle Adjustment for blah blah blah。那这个论文呢，它也是一样利用那个 grid base 的方法，但是呢，它又用到了一个更先进的资料结构。对，因为我们刚才说跟那种 grid base 的方法呢，就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是，我们说是把一个空间呢，就是区分成很多个小块。那这个小块呢，有很多种资料结构去
有很多种资料结构可以去实作它。那比如说这个 Neural Sparse Voxel Fields， 我一个一个说好了。那比如说这个 Neural Sparse Voxel Fields， 我记得就没有特别，它就是每一个小块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voxel 这样子。那比如说它那个场景里面假设有1000个这样子的一个 voxel 的话，那比如说我们要计算一条射线跟一个 voxel 有没有交点，那这个方法它就要算1000次，对，因为总共有1000个小块，所以这个方法要算1000次这样子。那 InstantNGP 呢，它是采用就是 round down 的方法，就是它没有一个就是具体的怎么说，它没有一个有形的这种 voxel， 它是一个在空间里的一种虚拟的 voxel， 所以它在计算的时候，它是不需要去计算这种射线跟 voxel 的交点，它是直接把这个东西就是用一个向下取整的方式，所以这个东西就算的比较快。那它假设有 L 个那个 level 的话，那算的方式算的次数就是 L 次这样子。好，然后 PlanAxle 的话，它是跟这个 PlanArctree 啦，他们是用一种叫做 Arctree 的方式，就是一种比较有效率的储存这种体数的方式。比如说，那这种方式在计算射线跟体数的交点的时候就很快。那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体数是长这样子，然后它里面总共会有很多个。那比如说我把这个切成2乘2乘2，然后每一个都再继续切成2乘2乘2这样子。好，然后假设今天我要计算，比如说一条射线，它跟里面哪些小的立方体有交点，那我不是每一个小立方体都独立的去计算。比如说这边的话，就是总共会有4的3次方，因为我每一边切成4个，所以总共会有64个小立方体。但是如果我资料结构是使用 Arctree 的方法的话，它不是直接这一条射线去独立的跟这64个小立方体去做计算，去做交点的计算，而是它会用一种就是从上到下的方式。它会先计算，因为比如说最大的是这个嘛，它会先计算这条射线跟最大的这个有没有交点。那如果有的话，它再继续往下看，它的每一个 child， 它的每一个子方块，就是大的我们不是把它切成8个吗？它会再对于这8个中等的方块去计算出这一条射线跟这个中等的方块有没有交点。那如果有的话，它才会继续计算。比如说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这条射线跟这4个中等的立方体有交叉，所以呢，它才会继续跟这4个中等方块的子方块去做交点的计算。那比如说这里面的所有的小方块，因为它的父亲或者它的母亲已经跟这一条射线没有任何交点了，所以我们就不会再去对于这些小方块去进行交点的计算，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并不会有任何的交点。那就是以这种从上到下的分层的方式，就可以让这个射线跟这个 voxel 的交点的计算速度变快，这样子。等一下哦。InstantNGP 里面 code 其实还是有维护一个 occupancy 来加速空气的部分。Rate margin 还是会算在哪个 grid 里面？occupancy 应该是有的，就它计算哪边是没有东西的，是这样吗？那个的话是看每一个这个顶点它的特征吗？还是说它在渲染的时候同时计算那个点是否有东西？钟启明的意思应该是就是在 volume rendering 的时候，有些点它会在空气里面，那些点我们就不会去计算它的 RGB 跟 sigma，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0这样子。应该说我们就把它就是 round down 变成0。
code 看起来算有整理，不错了。哦，对啊，是至少能动是最基本要求嘛。啊，能动之后，再下来就是看那个 coding style， 要不要，即使写多，那 coding style 好，应该还是可以的，被大家接受啊。最烂是那种看到就一坨，对，像你说的那样子。对啊，所以刚才那个还算是好了。Arc 主要的问题就是内存过大，其实还好吧，因为它虽然说它官方网站提供的已经有一些压缩了。对对对，这种 grid base 的大部分的问题主要还是占用内存过大，因为它就是你有几个 voxel， 你就要存那几个 voxel。每一个的8个顶点它的特征，所以要存的数量就会非常大。这边的话，大家可以上网去，就是看它的这个 demo， 它这边是可以实时的运算的。就你点进来之后，它是可以就是 real time， 你可以就是四处移动，然后对看这个场景的变化，然后可以放大缩小。那它这边是有对于这个模型进行压缩，所以看到的效果并不一定是最好的。OK， 等一下哦，我先把这个资料结构的部分讲完，然后最后一个 Direct Voxel Grid 呢，其实也跟其实它是没有任何的压缩，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n 乘 n 乘 n 的一个三维的这个这个要怎么讲 ？grid 的中文一个网格，对，它是每一个网格都去保存它的8个顶点的那个特征量是多少，对，所以这个是最后这个方法是最没有压缩的，对。但是它在取这个，比如说一条射线，它上面的采样点它的特征的时候，它也不需要去计算这个射线跟这个 voxel 的交点，它只需要用3维的这个内插的方法，就可以去把这个点的那个特征量算出来。钟启明说，它的 ray 在走时，如果那个 voxel 里面被记录为空气，它就会跳到下一个 voxel。对，应该都有这样子的计算啦。其实这个 Direct Voxel Grid 其实也有，它对于这个 n 乘 n 乘 n， 它也是有记录说哪边是空气。就比如说，如果这个点它处在的那个方格是空气的话，它对于这个点它也不会去计算它的颜色那些的，就以此来加快这个 render 的速度。但是这个资料结构还是会保存所有的顶点的那个资料，只是在计算的时候不会再进行计算而已，因为最后是要通过 MLP， 就是取得这些特征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丢到 MLP 这个动作才会得到 RGB sigma。如果那个点是空气的话，它只是省略了这个步骤，所以会快一点。但是它存储的部分还是会存储这个点它的特征。好，等一下哦，来回答毛毛的问题。需要计算颜色的部分，需要计算颜色的3维点的位置，会不会在 T near T far 2点之间？不会啊，因为你 T near T far 是场景的位置你要计算的那个点的位置是在照相机的位置，所以这2个是不一样的。我这边只是画的有点比较接近，实际这个点呢，这个点是你照相机所在的位置，就是照相机是在这里，照相机是在这里这样子。那你要看说这个所有的场景
照到照相机这个点时候会是怎样的颜色应该说这里啦。然后所以呢你的 T near 呢会大于这个点，会在这个点的右边。我把其他的擦掉了。对，所以你的比如说 T near 会在这里，从这里开始，然后到这里结束。那你的照相机通常会在这个的外面，那也不一定是这样子啦，也有可能是你的 T near 会刚好等于这个，也是可以的。其实就看怎么说，看你事前知不知道这个场景在哪里。就假设你事前知道场景，在这中间不会有任何东西的话，那你 T near 可以设在这里。但如果你对于这个场景一无所知的话，那你其实你必须要把 T near 设在0的位置，然后 T far 设在无限远的位置，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volume rendering。但是通常在进行这种小范围的场景重建的话，我们会就是利用一些 sparse 那个 SFM structure from motion 的方法，我们可以大略的知道这个场景的范围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就是需要计算颜色的部分呢，把它就是缩减一点，不会是0到无限这样子，而是会再缩减一点。比如说那个 Nerf 的那个原本论文里面的资料集，它是这个是 2.0， 这个是 6.0 这样子。但如果你事前不知道这些范围的话，最正确的是从0到无限去做这个计分。对，好，那刚才讲了这个每一种这个 grid base 它的资料结构，那最后讲一篇这个论文，最近看到的，好，明白了，好，太好了。然后最近看到的这一篇论文呢，它是使用这个 VDB 全名叫什么我忘了，叫做，这再给它一个新的范围，它是使用一个叫 VDB 的资料结构。这个的全名是 Volumetric Dynamic B+Tree， 反正就是一种也是这个 voxel base 的一种资料结构，但它的好处就是它每一层它有类似 arctree， 但每一个 grid 每一个 cell 它有几个 children 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那除此之外，对，比如说一个例子是这样子，那它是一个2维的例子啦，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这么大的 grid， 然后你可以把它先切成4个，然后每一个红色的你再切成也是一样切成4个，但是因为你的 scene 只有这样子，所以你只需要allocate 这里2个，这里1个，这里2个，然后你这个每一个蓝的你可以再切成新的4乘4这样子。总之呢，它的好处就是每一层你可以切成的数量是可以自由决定的。比如说第1层到第2层你是切成2个，那蓝色的再切成黑色是切成4个，那你每一层的那个 resolution 可以自己决定。同时呢，你也可以只 allocate 有东西在的那些地方。那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就是实时的进行这个资料的增减。比如说你今天可能不想要这个方块了，你就可以把它去掉，然后或者是你今天这里又多了什么东西，你想要再加新的方块，你可以再把它加进来这样子。而且呢，这些所有的操作速度都非常快。对，那是这个资料结构的好处。我也是看完这篇论文之后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但好像这个东西在就是游戏引擎里面
或者是那种建模里面，好像都已经被广泛用到，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比如说那个 Blender 啊什么的，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 ，Houdini 之类的都有用到，只是我不知道而已。然后这个论文呢，就利用了这个也是开源的，它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对，它是一个开源的程式，然后它就利用这个开源的程式呢，去实作了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个空间呢，你可以实时的，就是取出其中的一些 voxel， 然后你可以实时的加入啊、删除这样子的一个操作。那运用这种资料结构，那剩下的部分其实就跟其他 grid 的那个训练方法一模一样的，就是你计算出这一条直线，然后上面的采样点，你去把它找到它包围它的这些 voxel， 然后去做那个三线性内插，内插出来之后的结果丢到一个小型的这个 MLP 里面，然后去做 volume rendering， 对，然后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训练得很快。他这篇论文除了这个新的资料结构，也不是他发明的啦，就是他运用到了这个新的资料结构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反正新的那个 optimization 的方法，但这个我还没看。我还是对于前面这个比较有兴趣，就是新的这个资料结构，不知道它能加速到怎样的程度。但就是他在这个实验当中，就是他就是用手机去拍周围的环境。拍出来之后就可以实时的进行就是重建。那除了可以重建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场景的形状之外呢，它也可以跟 Nerf 一样，就是去做那个 Novel View Synthesis 这样子。那做出来的效果也非常好，然后这个速度就很快。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计时器，就是在10几20秒。就可以重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场景。那现在看到的这个 example 还比较少，所以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再出一些影片，比如说 YouTube 的介绍之类的，我还蛮期待的。然后也期待他赶快开源他的程式，要不然我就要自己从头开始学。当然我现在也是在看啦。这个 OpenVDB 要怎么用？对，那这一篇就是我最近看到，采用 Grid Base， 然后这个 Grid 的那个资料结构又是一个比较崭新的，就是至少在 Deep Learning 里面还没有人用过的这个叫做 VDB 的一个方法 ，VDB 的一个资料结构。对，当然我这个是先看一下而已，要马上去实做它，我觉得失败的几率还蛮高的，所以我现在的话，首先集中在重现这个 Direct Voxel Grid。那我是觉得重现之后呢，那训练速度就变快了，那我可以先实做一些其他的有趣的东西。他推特有跟 Instant NGP 的比较影片，好，等一下给大家看。那我先把我刚刚要说的说完。比如说这个 Direct Voxel Grid 呢，它是把一整个空间呢都浓缩到一个 grid 里面嘛。那它这个其实目前的话是只有套用在这个固定的场景，就是这个静态的场景。但我在想说，其实这个方法也可以几乎是马上就是直接套用在那个移动的场景。因为其实你就准备2个这样子的 grid 就好了。你准备一个 static 的，一个 dynamic 的。比如说原本这个就是 static 的嘛，那你再另外准备一个同样 n 乘 n 乘 n， 或者可能 resolution 你不一定要一样 m 乘 m 乘 m 的一个 dynamic 的 grid。然后呢，这边呢你重现那个静态的物体，那这边呢你重现动态的物体。那这个的训练也可以完全利用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neural Scene Flow Fields， 因为我们就可以在里面
马上知道一个点移动到另外一个点它的特征是多少，这个计算也是非常快。我觉得如果这个扩充能行的话，那也算是至少可能在想法上没有太大的突破，但是因为这个训练速度很快，那至少在那个应用上可以有很大的利用空间吧，我是这么想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那些移动场景的复原，我说我的那个论文里面重现一个场景需要2天，那可能用这个方法之后只需要10几20分钟就可以重现一个场景，那这个也算是蛮厉害的，而且想法就很简单，一个 static 一个 dynamic 就好了，这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钟启明说的，我来看一下他的推特，我有转推他的那个，对，我有转推他的这个论文，来看一下哦，这里，他对话串还蛮长的，我们来看一下，他前面是在介绍他的手法，然后他跟 Instant NGP 比较，对，对，他这边除了，但他其实 input 还有加一些另外的资讯，就是他 input 他有给他一个就是比较粗糙的 depth， 对，他在训练的时候已经事先知道了每一个像素它大概的那个距离是多少，因为他是用手机拍的，那手机其实可以有测距的功能，或者是他用一些深度学习的那个预训练的神经网络去先对于每一帧去计算出它大概的那个距离。对，比如说左边这个是他事前就有的一个大概的距离，那他这个也把它丢到神经网络去当做一个训练的那个 signal， 所以他训练出来的那个构造会比较正确，应该说收敛的会比较快。那 Instant NGP 因为没有这个 Instant NGP 就是直接跟原本 Nerve 一样是只有那个颜色的 supervision， 所以一开始会有很多这种 floater， 就是在空气中漂浮的这些云，因为他不知道那里到底是不是有东西。对，但 Instant NGP 应该就是训练比较长时间之后，它还是可以正确的找出那个正确的构造。那 VBA 的话就是这个方法，因为一开始就有给它一个大略的那个深度，所以收敛的会比较快。所以他这边也写，因为 from rough depth values， 因为一开始有给它一个粗糙的那个 depth， 所以收敛的会快一点。好，那我们再看还有，下面就其他人在回复他。哈哈，那边有人说我有一个影片，你可以帮我重建吗？That sounds amazing. I'll send a DM. 他很有兴趣。好像下面就没了，就这个吧，就跟 Instant NGP， 但就是这个是只有比一开始，最后的结果的话，不知道是哪一个比较好。那这边好像没有比吗？对啊，这边没有，论文里面没有比较。那比较的方法也蛮少的，就比较这几个而已。我刚才网路断了一下，应该没事了。好，好，那最后就这个做结尾吧。反正这个就是我最新看到的，令我眼睛为之一亮的论文。那也是先掌握，知道他在干嘛，然后还是
目前的重心还是先把这个 Direct Voxel Grid Optimization 这个重现，然后自己的研究是这样子啦，然后再复习一下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之后的话我就可能会比较少直播，然后会出这个 C++ CUDA extension 在 PyTorch 上面的 extension 的教学影片，然后预计会出4集，就是从简单的到最后这个算是比较难的部分啊，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就可以，以后有什么就是你觉得计算很慢的部分呢，你就可以自己写一个 CUDA 的 kernel 让它加速，这样子。好，那今天的直播应该就到这边了吧？现在的话，下礼拜可能还不知道要做什么，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跟其他人的联动之类的，那就是想到再说，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关于之后介绍的东西啊，或者是今天介绍的一些论文，或者之前介绍的论文，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可以问，没关系。有吗？好，看起来大家都没什么问题，然后期待 CUDA kernel 的部分还蛮想学的。好，对，这个我觉得学起来之后真的还蛮实用的，然后就会想什么都用 CUDA 来写一下，因为其实说真的会了之后，其实就复制贴上而已，它很多 template 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就复制一下，复制贴上，然后改一下那个参数的个数啊，改一下那个 return 的东西，就可以马上用，就很快。但平行运算的部分跟那个数学运算的部分是比较需要思考的，这个算是可能如果你只有写过 Python 的那个 Deep Learning 的话，可能会比较不熟的一个部分。已经进入听雷的状态，没关系，你可以之后回来看一下这个CUDA的教学，我尽量讲的简单一点。4年不写CUDA哦，你之前有写过唐飞 ，Hello， 我在想会不会之后要训练 Nerf 的人都必须要预设你要会CUDA，不会就不让你写，要不然就是训练时间真的要很久，然后训练时间就是金钱嘛，因为你要训练，通常都是租什么 Cloud 的伺服器，云端的伺服器你越久你花钱就越多，所以之后什么博士，如果你要那个写关于 Nerf 的论文的时候，教授就先说你会不会CUDA，不会CUDA不让你写，这样子，应该不会啦。但因为大部分的那些实验是他们资源都还是有限的，所以他们都要自己去争取，自己去找寻赞助 GPU， 然后又假设遇到一个教授有很多学生啊，就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GPU， 那你就要训练时间越快越好才可以。我即将念你要念 PhD， 现在要看 Nerf 的论文。好，欢迎你之后也加入我的直播。对，我现在反正我的主要研究就是在这个上面，所以我对于很多都蛮熟的。NVIDIA 我记得好像会送实验室 GPU， 所以我跟他一起合作的嘛，就是那种共同研究，NVIDIA 找你，或者你去那边做 intern 之类的，这我不知道，应该会吧。NVIDIA 什么不多 ，GPU 最多。对啊，但我之前送 GPU 很少，这是出借吗？是这样吗？有申请就免费送，这么好。
你知道我之前待的那个公司也有跟别的大学做共同研究，就是我们一直在研究那个 nerve， 也是在研究 nerve， 反正就我的那个论文的那个主题，然后就跟他们一起研究。那研究反正就是要做很多实验嘛，因为我们的场景就很长，然后又有很多个，那有很多次就是要开会，然后他们就说啊，我们没有 GPU， 实验做不出来，只做了一个 scene， 结果我们有很多个场景啊，他只做了一个，就每次都给我们看同一个，就很搞笑。然后每次的那个差距跟上一次都不知道在哪，反正就是因为训练很慢，所以进展就很慢，我觉得就很不好。哦，对 ，Hello， 等一下 ，Colab 很好用，对，回的台式越来越多 PhD， 哦，希望大家慢慢加入，拓展交友圈，说不定你在这里直播的地方看到你的之前的同学或现在的同学之类。我机器还蛮多，大家有合作的话可以找我。哎，你是大学教授吗？请问一下，还是什么企业的领导是吗？机器还蛮多，第一次听到有人会说机器很多，我自己的机器也只有我自己的这个一台而已 ，NVIDIA 2080。打 Kaggle， 我不玩 Kaggle 的 ，Kaggle 是可以免费用的吧？哦，但你不用 Kaggle 也可以免费用，就是了。后来，嗯。好吧，那今天要讲的就讲完了，目前就没什么新的要讲。不用 Cloud Service， 自己买，如果是那种不是太贵的，我觉得，比如说就是家用主机的那种2080啊、3090这种，你自己买我觉得就 OK。因为就是想用就用，然后也因为在自己的机器上面，那设定起来就比较方便。那 Cloud 的话就是那种很贵的，你永远都买不起的，就比如说现在的话就 V100啊 A100这种，永远都买不起的那一种，你在用 Cloud， 对，那种的话就是用 Cloud 的那个性价比会高很多。好，然后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没有的话，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咯。那就请大家期待之后的这个酷打的教学，这样子。好，那今天的话就刚好10点半，我这里10点半。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下次直播或者是教学影片再见喽。那拜拜，期待好，希望能满足您的期待。钟启云，谢谢分享，晚安晚安。朱婉璇 ，Hello， 第一次看到你留言，Thanks。好，希望有帮助到你，我们下次再见。空都辛苦了，你也是辛苦了。拜拜。